你看那个佛像。 对，他还偷拍了，然后后来他要求手机要给他看，没有看这个啦。冰沙王又来了，40度的高温一定要来断，就是来被冰沙。这边的冰沙大多数的价位都介于10K 左右，对，10K 到20K。所以我们这次选了苹果、芒果跟西瓜。现在都修梗，我在。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最重要的东西。 当翔总哥平常买冰沙都有个习惯，就是跟他说什么？好宅。不是。哦，不要加糖。对。我都说 no sugar。靠永岛肉想要来吃午餐了。这家的平均价位就是15K 跟20K。这家有食物的选项还蛮多。真的是我点的，直接 Google Map 上随便找一张图，我告诉我要这个。我们很久没吃猪脚了。我吃点肉。它这蛮解腻的，但是有点少辣。 感觉是有点像贵东粉。我刚吃到一个类似酸菜的东西，超辣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那应该是辣椒。因为辽国这边味精加的蛮重的，我们刚来前几天的时候味道都很咸。这个好吃吗？我觉得很普通，翔总哥那个比较好吃。我们家要来的景点是王宫，其实规定蛮严格的。我们等一下可能没办法摄影，那我们出来会跟大家讲清楚。它叫朗乐拉邦王宫。 然后现在的温度大概几度？我觉得应该有40度吧，因为我们现在绝对有40度。因为我们是5月来，算是他们的夏天。大热，对，我真的超热的。售票亭，因为女生进入有规定，不可以穿露出肩膀的啊、肚脐的跟短裤，膝上的是不行的，所以只会今天穿短袖跟长裤，就是这个原因。也就不能拍照，然后还有录影，30 keep。对，30K keep。所以说它就是只有室内才不能录影。 对，看起来它其实外侧是可以的耶，但在这后面看起来是主店的样子，然后它还蛮严格，就是它入口处会有一个柜台要检查你随身的东西，就也不能带雨伞进去。寄放处，前面寄放，免费的。它还有个外加的锁，你可以自己带一个小锁把它锁起来。对，这样比较保险。你这边同时也是，你如果衣着不合规定的话，对，要进50K， 然后是哦，它借的是衣服是5K。 好，那就这样子吧。好，大家要特别留意的是中午休息时间，因为这段时间是没有办法进去参观的。王宫的建筑设计融合了辽国传统风格以及法国的建筑方式。自从废了君主制之后，这里就成为了博物馆。入口的上面是神圣的白色阳伞，以及象征辽国王国的3头大象。博物馆内展出的是辽国历史上的澜沧王国来自各国赠予的礼物。宫中保留着昔日的大殿、议事厅、书房、收藏室以及国王的起居室等等。王宫位于普西山的正对。我看到一个法国老太太带手机进去，她有偷拍，她还偷拍了，然后后来那个工作人员直接检查的相簿，然后把里面全部都对他要求手机要给他看，然后把照片删掉，而且很严格，还要求他一张一张要看，然后还看他的那个垃圾桶要全部清掉。然后我们走进去里面的时候，大概走了大概20-30分钟吧。他们这边没有租导览之外，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历史的话，可能只能用英文，所以建议是，如果你想要了解更深入，可能上网看一下，或者是就采用跟团的方式。它其实跨的年份很多，我觉得我看起来好像有些是应该超过1000多年，然后有些是近代100多年的东西。刚刚就往出来之后往这边过去，巷子进去之后，其实那边有洗手间，还有另外一个是西元19世纪以后的交通工具，都是老车，来自美国的礼物。然后这个寺庙其实外面真的很漂亮，所以我在想，可能是因为这原因他不让人家进，因为里面的雕刻真的蛮细致的。我发觉东南亚这边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只要是皇宫里面都会有一些庙。越南也是，泰国好像也是，只有只要皇宫里面他们都有个可能像他们的国庙之类的。哦，他们辽国这边大多数人，大家应该都听过，他们都要当和尚。可是有些人也许没有去当的话，他们没办法受到人家尊重。因为他们认为出家除了庙宇的资源比较丰富之外，也可以为家人祈福，有孝顺的含义。其实我真的觉得辽国的人平均很温柔，真的比较温柔一点。因为我们现在走越南跟辽国嘛，假设越南跟辽国人，他们给我的不同感觉是，原本认为可能东南亚的骑车都一样，就很不一样。他们超不一样。辽国真的是比较温驯。昨天晚上他们机车会停下来等我们，过马路，比较急。对，比较急。我们要用生命跟他做赌注，赶快过马路。可是他们人也是有很多很友善的人。我现在正骑很长一段路，然后结果我后来发觉，我就要骑到他们这城市，龙坡邦应该算他们第2大城，可是就连这边都没有任何红绿灯。我到目前辽国完全没有，还没有看过这个红绿灯，超帅，真的是蛮屌的。然后顺便提一下自然的部分，目前我们经过的地方，我们都觉得还好，因为其实老实讲，我原本在辽国来之前，我会觉得辽国可能会是一个很危险、蛮危险的地方，因为其实我们也以为人民平原就很容易导致会有很多自然的问题。可是我们来这边，我发觉
大多数的人都还蛮良善。反正就是出国的时候还是一样财不露白，尽量不要把值钱东西在外面一直狂秀这样。然后就我发现像这边的安全帽也不太死。在大热天喝冰沙真的好爽哦。下午时间4点，然后我们就遇到就是路边经过一个庙里，然后我们在敲钟，他们那很有节奏，而且我觉得那节奏其实蛮好听的，对不对，小狗哥？其实会有让人家觉得很心平的感觉，我觉得很不错。这条是好像是法国街吧？哦，很多都法国，有点像。结果没想到不止前面那边寺庙，整个龙坡邦的大小寺庙都在敲钟哎，还蛮酷的，超酷的。这边门票一个人是20K，就是旁边写的，一进来就会有人给你收票。这边就是湄公河。哦。相通寺，没错，这间寺庙呢，它其实有非常特别的地方是，它以前一直是属于皇室在使用的寺庙，然后它是介于辽国非常重要的湄公河，突然忘记，还有一个叫南康河的交界处，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建造了这个寺庙。这边是一条蓝。哦，对，因为这边是龙坡邦最重要的寺庙。没错，这座非常知名的寺庙叫做相通寺，是属于南传佛教寺院，也是辽国最重要、最富丽堂皇的寺院之一。一进来见到的是壮观的主殿，非常有特色的屋檐一直延展到接近地面，是龙坡邦传统典型的寺庙建筑方式。这样的建筑方式就像大鸟展开双翼一样，有保护信徒之意。屋顶上金光闪闪的尖塔，支数越多，也代表寺庙的地位越崇高。入口的木门也用了镀金的方式记录与描绘佛陀生活中的场景。哇！真的很厉害，这很明显是手工的，因为它的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纹路不太一样的地方。殿内的天花板上描绘的是佛教的法则以及轮回，警惕人们要多做好事，有天堂与地狱之景。这个每面墙都很精致，老实讲，真的，用黑色好特别。目前看过，我觉得最漂亮的庙应该是泰国清迈那边的白庙。这棵叫做生命之树，它的意义是神明在往生之后就会变成这棵树的过程。好奇为什么他们莲花会选择使用绿色的？这座很明显的红色寺庙使用了很多的玻璃马赛克，描述了辽国传统的生活情景。我看到他们庙宇是涂黑色的，倒是这样，真的，我也是，是我蛮惊讶的。卧佛，哎呀，很常见的卧佛。大象的那个木雕，真的耶！你看他们祭拜竟然是用饭。然后我们一样要脱鞋跟脱帽子，而且它感觉比较动态，它外观感觉比较像是在打仗。哇，一样都是七头蛇哎！真的，这边都流行七头蛇。接着看到这座非常耀眼的金色寺庙，在大院的东边，庙里摆放的是皇室成员的骨灰盒，以及七头巨蛇造型的国王葬礼车厢。好像跟我们一样会抽签，抽完签后，我发觉他们会把这个纸放在神像的下面。你看那个佛像，这个雕刻。我们现在龙坡邦换钱，其实我还发觉龙坡邦好像是换汇比较好的地方。网络上很多人分享是龙坡邦汇率是数一数二好的，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现在没换钱。其实龙坡邦应该比较更是著名的旅游景点，比起永镇。然后我习惯是第一次先换小的，那确定没有问题后再换大的，分成2次换。像我第一次先换5次，
然后确认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会再换一般。因为像我以前去巴厘岛旅行的时候，就遇过那种诈骗的。来辽国的话，建议大家先换美金以后再来这边换，会比较划算。旅馆的话会差蛮多，会损失大概7到8%，比起你直接拿美金来换。没办法，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机会到大城市，然后我们要加油，所以一定要先到当地领一些钱。走吧，我们上去吧。就是这个路口，这叫普西山，很多人都会挑黄昏或者清晨时候来。先登深处，这边上去据说大概200多阶梯，所以我们预估大概10几分钟就到。你们介绍20有点小贵。这座山叫做普西山，是在龙坡邦旅游必去的一个景点。哇塞，想走看看。大家可以登高欣赏湄公河的日落与日出。一览无遗整个龙坡邦，一侧是南康河，另外一边是湄公河。后面这些排队的人超级笑，就是大家在等那个石头要上去拍照。现在这边要排队，所以我们也很紧张。当我们抵达高处之后，哇，玩完这边人真的非常的多，要找个好位置还蛮困难的。周围到处都坐满人，大家都是为了来看这个夕阳。Welcome to Lao. Name is Ying and my friend name We. Yeah. How about you? I'm Prim. Thank you in Thai is ขอบคุณค่ะ Soka is for women and crab is for men. A light way to end the sentence. So we can use กี่บาท กี่บาท ราคาเท่าไหร่ ราคาเท่าไหร่ Yes. But loves they say ราคาเท่าใด ใช่นะครับ So Same. the same? Like So ราคาเท่าใด you can understand? yeah. And if you want to bargain price, you wanna know? Yes. Yes. Can I? You said ลดได้ไหมลดได้ไหมลดได้ไหม It means can you give me some discount? Yes. ขอบคุณค่ะ Thank you, my teacher. Bye. See you. 而普西山另外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当我们欣赏完日落之后，回到登山入口，直接抵达龙坡邦夜市，可以开始享用晚餐啦。所以我们走上来大概要多久？15分钟吧，大概。我建议大家差不多5点半到6点左右再上来，其实都来得及。对。好，那这集谢谢您收看，我们是要去夜市吃饭啦，夜市就在楼下而已。所以我觉得想走就讲的对，就是你皇宫啊跟这个山，然后日落跟夜市晚餐其实是可以一起进行，就一条线，它其实根本就是一个点。对。那建议大家就可以一起攻下。那我们现在出发吧。欢迎来到肉笔头的旅游彩蛋时间。这集我们是要跟大家分享龙坡邦的市区要怎么安排行程。龙坡邦的王宫参观需要参观费，但里面很特别的是，你必须脱鞋子，然后你不能摄影。对，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把里面的景色呈现给大家了。是，可是我觉得蛮值得去的，因为蛮多特殊让我们有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那第二个我们推荐的景点就是香峰寺，它也算是必去的庙宇之一。它特殊的有生命之树，还有它有很多特殊的彩绘颜色，是黑色的。对，就是庙宇里面整个都是黑色。下一个景点我一个人就更推了，它叫做普西山。没错，它是一座山，但是它完全不吃力，步行差不多15分钟左右，就是大家可以在那边看日出啊，或者是日落。所以你到傍晚的时间会发现超级多观光客聚集在那里，非常热闹。那现在我要跟大家介绍龙坡邦，我们觉得很必去的地方是，其中一个就是他们的夜市，夜市都在这条路上。对，重点是它整体的感觉让我们觉得很舒服。路口这边旁边有一条卖非常多的烤的东西，甚至有个很便宜的自助餐吃到饱。对，而且还有水果，其实很便宜。我们非常推荐大家在这边吃东西。重点还有鸡屁股。对，都也在这条吃了非常多鸡屁股哈，超多颗的。那假设你今天是要去看布施，龙坡邦必去看的景点，就是每天早上5点半，那请你到这一条路上，大概这个位置，因为非常多人跪坐在地上，那在那边等待就好，只是记得一定要5点半前到达。每间寺庙他们和尚出来的路线不太一样，跟着人去走就对了。龙坡邦是我们在辽国全部的地方以来换汇最便宜的地方。哦，对，最划算。所以建议大家，假设要带美金去换钱的话，就务必在龙坡邦先换，它可能比起他们的首都或者其他地方汇率都还好。关于更详细的旅游攻略，欢迎大家到影片的最后，我们会有官网连接，那里就有更详细的各个景点的位置，还有换汇所我们推荐的位置。那今天谢谢收看，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喽 ，See you，拜拜。
在夜市看到同学，他们非常的认真。My name is Zoe.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Where are you from?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What I really want to do is come back to Laos Yeah. and have a free school for poor children. Yeah. Because the school system in Laos are not for free. So can I hear how old are you? Yeah, I'm 13 years old. And how about you? 14.